你先把左边那个扣解开，再把前面的那个凸起的珠子按一下，皮带就能解开了。我先出去给你找衣服。魏无羡心虚的砰的关上门，逃命似的飞奔而去，留下一个肤色雪白但耳根到脖子都通红的 Alpha， 握着一只小黄鸭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。他知道自己一定是生病了，否则明明自己长得和父亲一般高大，为何记忆里还是自己6岁时候的样子？他以前都是坐车跟着家人出门，并不知道家的具体地址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、平板和笔记本，他完全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家，见到自己的亲人。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，看到那棵和家里很像的玉兰花树，觉得脑袋很痛，竟晕了过去。醒来便看到一张很好看的笑脸，很温柔地问他怎么了，需不需要帮助。蓝湛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，从心底里相信他，便跟他走了。现在他住在这个人家里，他还把他母亲给他买的玩具给自己，给他吃从来没吃过的冰淇淋。刚刚他不舒服的时候还抱他了。蓝湛脱了衣服坐到浴缸里，想着外面那个刚刚碰到他那个部位的人，忍不住把下半张脸埋进水里，看着眼前浮在水面上的小黄鸭，咕噜噜吐了一串泡泡。而在浴室外面的魏无羡看着手里的那条新内裤，想象了一下刚刚的手感，有点苦恼。这条内裤是不是显小了呀？蓝湛虽然对这些花花绿绿的洗浴用品不太熟悉，但早已开始认字，仔细地看了密密麻麻的说明后，便知道如何使用。刚刚魏无羡也告诉了他怎么用热水器调节水温，不一会儿他便清洗完毕，而且还把浴缸洗刷得干干净净，披着浴袍便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攥着那只小黄鸭。魏无羡正在刷 TB 看看有什么适合蓝湛穿的用的，见他出来了，扬起一个笑来，这么快呀？我以为你还要玩一会呢。眼神示意了一下他手里的小鸭子。蓝湛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成熟英俊的脸庞上有一丝不知所措，一手捧着自己的旧衣服，一手把小黄鸭递给他，给你。不用不用，给你玩吧。魏无羡把床上放着的2套衣服拿起来，一件是天蓝色的一套家居服，一套是米白色的卫衣黑色长裤，都是宽松型的。这2套给你穿，我们2个头。魏无羡撇了下嘴，他自己在 Omega 中属于高个子了，但是在这么优质的 Alpha 面前还是矮了一个头。反正这2套当时买的时候是均码，你穿应该没问题。我不怎么穿这2个颜色的，还很新，你别嫌弃。魏无羡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，那个内裤你穿着还好吗？蓝湛洗澡的中途，魏无羡偷偷开了个小缝，把那条新内裤丢了进去，正好搭在浴缸边缘，然后直接关上了门，一句话都没敢说。还好。蓝湛低下了头，手里的小黄鸭叽咕一声，声音低低呲呲，却充满了不安，就是有点小了。这对话太过羞耻，心智只有6岁的蓝湛实在无法说出口。他也没想到自己长大后居然是这样的。他虽然对生理知识完全不懂，但看魏无羡这般尴尬扭捏的样子，也猜到可能是什么隐私知识了，心里砰砰砰像藏了只小兔。蓝湛一低头，没有擦干的发丝滴滴答答落下了不少小水珠，将雪白的浴袍晕染出一片暗色，还有些水珠顺着喉结滴落在敞开的领口，看得魏无羡的心脏也漏跳一拍。嗨，发情期没过去多久的 Omega 对刚刚安抚过自己的 Alpha 没什么抵抗力，哪怕只不过是抱了一下。魏无羡努力压下内心的波动，笑着摇了摇手里的吹风机，来，给你吹头发。蓝湛看着这个奇怪形状的东西，小孩子的好奇心促使他开口，这是电吹风。你没见过？魏无羡先是诧异了一下，然后才恍然大悟，经过这么些年的改良，早就和10几年前的电吹风不太一样了。他把折叠的把手掰开，挥舞了一下，你看，这样就熟悉了吧？过来坐好。蓝湛歪了歪头，看着这可折叠的电吹风，也许是刚洗过澡被热气熏腾的缘故，又或许是头部的伤让他晕乎乎的。原本从懂事起就不麻烦兄长这般照料自己的蓝湛，乖乖地坐在了床上，背对着魏无羡。魏无羡闻着他身上传来的自己用的沐浴露的香气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满足感。他打开电吹风，手指穿过柔软潮湿的黑发，轻柔地为一个 Alpha 吹头。摸到他后脑处肿胀的伤处，魏无羡的力道更轻了。
室内除了吹风机的声音以外，两人都不曾说话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停了。魏无羡拿着梳子为他梳头，他就连平时打理自己都不曾这般用心。哪一次不是洗完头就坐在那里画画工作或打游戏等自然干？这个电吹风还是江燕离给他买的，可他用过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可他就是觉得蓝湛应该这般精致的生活着，穿干净的衣服，一点一滴都打理得清清爽爽。刚刚没碰疼你吧？下次我自己来。蓝湛这时才反应过来，想去拿梳子，你去洗。魏无羡也觉得身上黏黏的不太舒服，想到蓝湛还没换衣服，立刻体贴的满口答应道：好啊好啊，那你换衣服吧，我去洗澡。你穿好衣服就睡吧，也挺晚的了。你还有伤，还好我的枕头很软，应该没问题，你睡的时候也小心点。魏无羡随意的拿了一套暗红色的换洗衣物，急匆匆的就跑进了卫生间，关上了门。蓝湛看着紧闭着的房门，又看了看那张睡一个人嫌大，睡两个人又嫌小的床，抿了抿唇，开始换衣服。魏无羡靠在房门上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由于发情期刚过，脸颊上的红晕还未褪去，眼中的秋波也没有完全散去。这样一个唇红齿白、丰神俊俏的 Omega 会引来多少 Alpha 的觊觎？魏无羡自己从来不缺追求者，但他对友善的爱慕总是报以善意的拒绝，对待那些令人作呕的欲望也从不留情。这是他第一次动心。刚刚蓝湛身上少许溢出的那点点信息素令他舒适无比，喜欢的不得了。还有刚才他求助自己解皮带的那一幕，实在无法不令人浮想联翩。也不知道蓝湛恢复记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。他身上气息那么干净，好像还没有 Omega， 应该也没有对象吧，也不知道有暗恋的心上人。魏无羡脱了衣服打开淋浴，想着刚刚蓝湛也这样，在自己家里洗澡，用着他的东西，心里酥酥麻麻饱胀着不知名的情绪，嘴角的弧度一直都没有下去。蓝湛现在还挺依赖我的，愿意跟我回家，看起来如果他恢复了记忆，应该也不会讨厌我。魏无羡美滋滋的一边给自己抹沐浴露一边盘算，那我就先好好照顾他，多在他面前刷点好感度，然后帮他打听打听他的亲人。等他恢复记忆，如果他还是单身，那我就去追他。要养蓝湛的多赚点钱，明天得去多要点活来干了，不能再这么懒下去了。魏无羡冲完身上的泡沫后关掉淋浴，伸手想去拿浴袍，这才想起来他的浴袍此刻正穿在外面那个 Alpha 身上。魏无羡脸红了一下，擦去身上的水珠，穿好了衣服才拉开门。蓝湛正坐在床上看着他，那眼巴巴的样子，有点像是在等家长一起睡的怕黑的小朋友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笑着问：怎么了？你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他拿出一床被子往沙发上一铺，你睡床吧，我睡沙发就行。